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我们今天来谈谈肌少症的人要如何锻炼。肌少症的人呢，他不但肌肉量不足，而且几乎连带都会有骨质疏松症。为什么呢？因为骨头里面呢有3种细胞参与了骨头的新陈代谢，它包含了骨细胞、成骨细胞还有破骨细胞。那成骨细胞呢，它在骨头里面呢，它主要是负责产生新的骨头，但是它必须要感受到骨头的压力跟危机的时候呢，它才会将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吸收过来到骨头当中。所以一个不运动的人，他不但会肌肉萎缩，同时呢，他会因为骨头没有压力，所以他就不会增加骨质的这个密度了。所以肌少症跟骨质疏松症呢，它其实是属于相伴发生的。那肌肉的成长又是如何的呢？肌肉的成长呢，它必须要有3个步骤。第一个就是给予肌肉刺激，然后修复，最后是适应。所以越早开始进行肌力训练，越能够有效的避免肌少症的发生。那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了以后，是不是就要开始直接进行重量的训练了呢？我觉得呢，在进行重量训练之前呢，有3个重点必须要让大家知道的。第一个就是要训练哪些肌肉。第二个就是训练的强度到底应该要多大？第3个就是要做什么样子的运动？那我们先来谈谈要训练哪些肌肉。在一般的健身训练当中呢，会跟你说，我们主要训练的是大块肌肉，也就是我们的臀腿、胸部还有背部。因为大块肌肉是我们比较常用到的肌肉，训练起来的话呢，它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所以呢，先训练这3个部分的肌肉，它的 CP 值会比较高。那我自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我最常发现的学生问题就是脚太细，屁股没有肉，或者是屁股的肌肉是超级软的。那甚至是腹部是没有办法出力的。那有人说长寿的秘诀呢，其实就是腿不老，所以下半身的臀腿训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我们讲到胸肌啦，胸部主要是因为现在人是久坐太久，导致这个驼背或者是胸肌紧缩挺不起来。那背肌的话呢，我们背部最大块的肌肉其实是我们的阔背肌。那其实训练阔背肌的话，它可以帮助挺胸，而且它可以让前后的肌肉呢维持这个平衡。但是在古典舞健身的概念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力量反而是肚脐后面对过来，再往下延伸到尾椎的这一块的后背力量。这个位置如果在解剖学上面的话，比较像是我们所谓的肩胯关节这边的力量。而这个区块呢，它其实是人体最重要连接上半身跟下半身的部位。所以训练这个力量呢，它不但可以往上控制上身，往下呢，它也可以控制这个臀腿。那这个力量的建立呢，主要其实还是来自于核心力量的锻炼。而且我们都知道，核心力量它是我们站啊、起、坐、卧，甚至是翻身都非常需要的一个力量的。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训练的强度到底要多少？这边我先分享一个故事哦，因为我听到有一个肌少症的朋友告诉我说，医生叫他要去做这个重训，增加这个肌肉的力量。但是呢，他回诊了以后呢，却发现他的全身肌肉竟然都发炎了。在2022年呢，有一个权威的医学期刊叫 Cell， 它指出说，老年族群如果想要预防肌少症的话呢，其实应该要采用的是低强度的阻力训练，特别是高强度的阻力训练，它会产生显著的动脉顺应系下降。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高强度的阻力训练的话呢，它会让动脉降低对压力增加时的这个扩张能力。所以呢，在运动的强度上面呢，就会建议是做低强度的阻力训练，然后你后面可以再加有氧运动，就可以增加心血管的能力了。那第3个，我们就是要谈谈，那要做什么运动呢？那其实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真正在做肌力训练之前呢，其实要先做好柔软度还有平衡感的训练。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你可以打开身体的关节，让它变得比较灵活。那肌肉柔软的以后呢，也可以减少这个受伤的风险。所以今天要教的是，在做阻力训练前必须要做的一些柔软运动要做什么。因为这些运动呢，它不但对年长者或者是不常运动的人来讲呢，它也可以算是一种低强度的重训。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应该是肌少症的前导运动要做什么。
那第一个要教的呢，就是颈椎、脊椎还有呼吸的律动。那透过这样子的律动呢，我们可以先把自己的最重要的这个脊椎关节能够打开。那这边配合的呢，其实是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古典舞的提跟沉这样子的一个技巧来做这个脊椎的律动。那提沉的技巧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吐气的时候呢，它的脊椎的律动是从大腰的地方慢慢的往下沉，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爬到上腰、中腰、胸腰，然后最后你的头才是往下沉下来。在这边头沉下来的时候呢，请记得注意，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颈椎呢尽量的往下低下来，这样你就可以比较大幅度的动到这个脊椎的这个部分。那在提气的时候呢，吸气的时候呢，也是从大腰的地方先提起来了以后呢，经过中腰、胸腰，让锁骨往前面看了以后，再把我们的头抬起来。我们就是试着呼吸配合脊椎的这个律动，就是先把我们的脊椎关节打开。我们先试试看，就是吐气，从这边开始。然后大腰先下，然后中腰，最后是我们的胸腰，头最后低下。然后吸气的时候也是从大腰起，然后带到中腰、胸腰，然后让你自己挺胸了以后，头再往上。吐气。吸气，第二个呢，我们要教的是这个旁腰跟前拧的部分。那旁腰就是我们把双手打开了以后呢，我们把左边的手往上面拉，然后一开始是拉到你这边的这个腰，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尽量单纯的往右边靠。当你拉不下去了以后，把你的头往前面右斜方的这个膝盖往下，同时腰往右边拧。这样子会非常拉到你这一块的这个筋。然后你可以随着你的呼吸，慢慢的再往下降。好，起来。打开了以后呢，换右手，先拉过来了以后，拉不过去了，然后开始往左边倾，倾到倾不下去了以后呢，把你的头往你的左膝盖靠，但同时呢，做一个往左边拧腰，然后我们一个呼吸，然后再下去一点。第三个呢，要教大家的是做胯的一个拧转哦。这个非常的简单哦，我们把两脚伸直了以后呢，例如说我们把右脚往左边跨过这个身体了以后呢，我们的腰就往右边去转，然后尽量去够后面。我都听到我的身体有咔咔咔的声音。好。那每一次像这样子的拧转呢，我觉得至少都要停留到10秒钟以上，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它才能够把你的那个紧绷的肌肉呢把它拉开。好，那一样换边，左脚往右边跨过身体的中线之后，身体呢就往左边拧转。也是差不多以10秒为一个单位。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说呢，一个好的拉筋，它其实要有一个反的力量。所以我们一个脚往这边的时候，我们身体往这边，它就是一个反向的力量。那如果说大家可以再更进阶的话呢，就是你在拉的时候，尽量把这个背能够挺直，这样可以帮助你以后不管是走路或者是坐的时候呢，那个背就会变得更直。第4个要教大家的是呢，撑地的运动。这个动作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有接近这种低强度的重训了。那撑地的话呢，它的姿势就是这样，你就是趴在
趴在地上了以后呢，其实这个也是一开始，如果说你想要练习伏地挺身，你不太能够做得起来的话呢，这样子的扶手撑地其实是蛮好的。你趴在地上了以后呢，你的2只手其实是在你的胸部的2边，然后跟胸部大概会是一个拇指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你就放在这边了以后呢，把它往上撑，尽量标准就是肚脐要离地。然后呢，你的肩膀不是这样子耸肩的方式，不是，肩膀呢尽量让它往下放。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用力的地方其实是这个背部的肌肉，然后甚至是你臀部的肌肉，其实它也会有这个夹紧。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开始就是初阶的人开始在练那个伏地挺身的时候可以用的姿势。那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来回做个几下。更进阶一点的话呢，它其实就是运动的超人式。我们把手放开，然后撑着，或者是说可以做上上下下。其实这个姿势，不管你是撑着或者是超人式的上上下下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低强度的这个背肌的一个训练。那第5个要教大家的呢，是一个弓步的拉筋，这个也算是一种低强度的臀腿运动。弓步拉筋，或许之前讲过好几次了，就是你的要出的前脚呢，就是往前，后脚呢，它就是一个横，呈现一个 T 字步。然后呢，我们一个力量让这只脚往前踏。对，这个踏下来呢，它其实同时做到了拉筋还有重训这2个部分。拉筋的部分呢，它就是在拉这边的筋。那如果说你把重心往前一点点的话，它就已经在对你的大腿这边有做到力量的训练了。好，如果可以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再更进阶一点，就是再把你的脚往下放。那你就更能够拉到这个髂腰这边的髂腰肌。这边也是一般久坐族，不管是上班族或者是年长者，常常坐在椅子上，最容易的就是这个地方会紧绷。那如果软度再好一点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往前爬，然后让它自己趴在这个地上。第6个运动呢，是想要教大家做一个髋脚链的运动。这个运动呢，它对于臀部的暖身是非常好的。那同时呢，就是它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臀腿上面的重训。好，它现在就是这个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脚一前一后，我们要训练的这个髋脚链的这条腿呢，是在前面，而且呢，它大概是占我们的重心的70%，后面这条腿呢，只是轻轻点地，然后就是辅助它而已。所以等一下在蹲的时候呢，其实是把你的屁股往后推，屁股这边的肌肉呢，要感觉有一个张力，就是把它推出去的张力。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姿势来启动你的一些臀腿，让它就是做一些暖身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姿势呢，也其实是我自己在练一些像比较有重量的臀推的时候呢，会先做的一个屁股肌肉的一个暖身。那这个姿势呢，它同时也可以拿来训练你的平衡感。那怎么样训练平衡感呢？把脚抬起来，它就是同时兼顾臀肌的暖身跟平衡感训练一个非常好的低强度的重训了。好啦，所以透过今天这几个简单的暖身之后呢，你的身体呢就已经开始打开了，可以接下来做进阶的这个重训。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